华盛顿邮报报道，乌克兰战场上俄军每天发射5万发以上的炮弹，而乌克兰每天只能发射5000到6000发。如果双方都用结硬再打呆仗的战术，那俄军就算是龟速前进，也迟早能打赢这场战争。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美国军事媒体的分析，说这个顿巴斯是乌克兰冲突决胜之战，双方呢都没有退路。有社交媒体的账号发布视频，乌克兰军队呢正在向顿巴斯前线调动 S-300V 地对空导弹系统。这是 S-300系列当中一个很特别的型号，它不是用卡车的底盘承载，而是履带式的装甲底盘。它的装备对象呢是陆军的机动部队，用于重兵集团的野战防空。我军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引进 S-300的时候，没有考虑这个型号，而是引进了 S-300P， 主要是用于要地防空，也就是保卫北京、上海这样的中心城市。虽然顿巴斯地区的面积只有乌克兰的1/5，但是这个地方呢，却集中了乌克兰主要的工业区，包括已经被攻克的马里乌波尔、正在激战的哈尔科夫以及卢甘斯克、顿涅茨克、哈尔松地区的一批城市，都是苏联时代的工业重镇。用西方媒体的话来说，这是一个矿山和工厂林立的地区。顿巴斯工业区是乌克兰的心头肉啊！如果失去了这些城市，乌克兰就会面临2个问题。首先是东乌的俄罗斯族的民兵将如虎添翼，他们可以充分的利用这里的工业设施来生产武器装备，建设重装部队。其次呢，乌克兰西部的农业区因为失去了工业区的支持，生产的效率会大幅度的降低，生产的农产品呢也无法从海上出口，将导致乌克兰政府的财政危机进一步的恶化。俄罗斯的目标当然是瞄准完全占领顿巴斯地区。从目前情况看呢，俄军占据的优势更大。在北线，俄军控制了卢甘斯克 95% 的面积和顿涅茨克一半的面积。在南线呢，俄罗斯军队已经控制了整个亚速海的海岸，包括马里乌波尔、整个哈尔松地区。那么这里是克里米亚的门户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一部分。此前西方国家曾经一度认为俄罗斯占领顿巴斯之后就会启动和谈，但是普京在6月9号发表演讲说，和沙皇时代一样，我们的命运是收复并巩固俄罗斯的故地。那么这里的故地你可以理解成是整个乌克兰，你也可以理解成是乌克兰东部地区。所以俄军呢不一定就止步在顿巴斯，很有可能会继续挥师西进，继续完成去军事化、去纳粹化的目标。由此看来呢，乌克兰政府也没有什么选择，要么无条件投降，要么就顽抗到底。最近乌克兰政府正在竭力地要求北约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包括1000门155毫米的榴弹炮、300门多管火箭炮、500辆坦克、2000辆装甲车、1000架无人机。北约真要是答应了乌克兰的要求，库存的军火只怕就要见底了，那就要进行一定范围的动员，扩大军火的生产规模。那这就意味着西欧国家要转向战时体制，所以乌克兰需要在顿巴斯搞出比较大的动静来。现在呢，乌克兰把大型防空导弹系统送往乌东地区，是希望能够再击落一些俄军的飞机，特别是能够击落固定翼的战斗机。那样的话，对打击俄军的士气、振奋乌军的精神、争取更多的西方援助肯定是有作用的。俄军方面呢，苏联时代为了准备第3次世界大战，生产了不计其数的炮弹、火箭弹。虽然苏联解体以后有很多消耗在车臣战争还有格勒吉亚战争这些局部战争里面，而且还有大量的弹药被盗卖、被走私，但是剩下来的数量还是很大的。华盛顿邮报报道，乌克兰战场上俄军每天发射5万发以上的炮弹，而乌克兰每天只能发射5000到6000发。如果双方都用结硬再打呆仗的战术，那俄军就算是龟速前进，也迟早能打赢这场战争。看来短时间内还很难看到顿巴斯战役会迅速的告一段落。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